照片约会，这居然是你？啊，是我呀。这么浓眉大眼。哦，真的哎，这是我小时候照片。因为当时那段感情。等一下，你真的是我们的男嘉宾吗？其实我从小到大真的非常自闭。但我相信，就是你只要被无条件的爱过一次，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哎呀，看得我好欣慰。那我这样。哎呀，这别看了，别看了，这也太甜了，我看不了这个。欢迎收听牡丹电台。他想对你说，小罗，长头发挺酷的。哇，这个太明显了，只有他看过那个照片啊。他想对你说，菜菜，你好。罗志阳写的。徐老师，就是想找你明天出去玩一下，拍拍照什么的，可以吧？好，你可以跟我一起单独做蛋糕吗？我可以。好，去吧。我下期可能有事儿，我下期可能来不了了。我的人玩 CP，不要这样。我们一会儿就录下一集吧。对，一会儿就录吧。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D1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来青藤，有人疼。感谢学历身份双认证，恋爱更靠谱的青藤之恋 APP 赞助播出。持续补给，勇敢追爱。本节目由藏地秘饮品牌藏永马能量植物饮品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优酷自制初恋成长真人秀《没谈过恋爱的我》。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王聪，那也欢迎我们猜心团的各位成员。我们在上一期猜心的时候，我们最年轻的猜心团成员肖文其实是胜率非常高的。肖文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向哥哥姐姐们来分享一下？经验嘛，你是不是买答案了？没有，这我绝对没有透提过啊，错了，因为他是发现了，我就跟就是所有人大家一起提意见的时候都是错的，我自己写的都是对的，故意的，不是故意误导大家，就是比较观察细节。在所有目前的这个我们牡丹村的村民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关注哪一对儿或者某个人？我现在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蔡瑞，因为他会有一点变化的，就从被动变成主动一点的。其实菊姐发挥也是蛮稳定的啊，我一直稳定错误，非常稳定，就是从没有答对过，就对。我很期待我们的节目录完之后，广智恋爱了。我最后一定要看一下他本子里面的笔记。我这是那个恋爱秘籍这一本，就是我要出一本书《恋爱秘籍》，我要收费，因为我这里面全是精华。那沈老师，你对于现在有新的牡丹村的村民，而且是有恋爱经验人的加入，您对他们的这次约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其实我觉得有经验和没经验，不见得在恋爱上一定是占优势的。但我很好奇的就是金宇恩和蔡乐的加入，其实对整个他们本来已经很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是投下了一个石子。我就很好奇，这些人是不是还能一直保持像原来一样云淡风轻的状态，还是或说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出来？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期待的。就像沈老师和刚刚几位说的一样，我们9位牡丹村的村民要迎来的是怎样全新的故事呢？我们赶紧来看吧。吃饭喽！开饭了！开饭了！来，很好，来吃饭。好。点的外卖。对。哇，看着很香。今天这个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绝了。好香呀！好香啊！哎，你们家乡话说谢谢怎么说？
我想想，我长春话是最难听懂的，哪里？说说看。啥呀？啥呀？好啾啾哦，好啾啾哦，真的很啾啾。啥呀？啥干呀？我今天知道了一个秘密，就是他们俩都是有情感经历的。啥子？我反正吃不香啊。你吃的可香了。我昨天还想问你，为什么你是母胎？因为我其实单身已经快6年了。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不合适吗？还是？就是感觉2个人相处起来太像朋友了。那多好。就挺好的呀。就我们俩谈恋爱，更多的就是精神上在谈恋爱。精神上不好吗？这是我羡慕的爱情了。挺好的呀，不是？咱们就是不是说不好，只是说总觉得想谈一段轰轰烈烈的那种恋爱。对啊，平平淡淡不好吗？还是要有点激情在。我可能跟他不一样，我是谈了5年。哇，那5年可能很多事情积攒的一些矛盾啊，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就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因为某一个导火索就导致整个感情的一个全线崩溃，你懂吧？不懂。对，我觉得他们都不懂。懂什么？对，他们怎么能懂？他们要是懂就不来这儿了嘛，他们就好像一群小学在听大学的课程，是不是？所以说到现在，我也特别感谢那段曾经的经历。所以我现在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谈恋爱，可是我依然会相信爱情的。真正的爱情是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往向上的。我一个人可以很好。可是如果你的加入也可以让我们俩一起更好的话，何乐而不为呢？双倍的。对啊，就是 double 的嘛。这很好，但是不是那可不一定不能遇得到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就是去选择相信爱情的这个路上的过程是很美好的。我杨哥依然不相信，不美好吗？过程是什么过程？就是我会觉得我在期待这份很真挚的爱情。期待。似懂非懂。他可能还没有来到我的生命当中，但并不能阻止我往前跑，或者我去追寻这个。可能就是我不太会去期待一些东西，所以就没有期待这个爱情，没有享受到期待这个的快乐。哎，这又是一个熟悉的一个场合。什么？你也有过吗？不是，就我是经常听别人给我讲这种，哎呀，我就真的共情了，我就立马我就又就觉得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我经历就是他们从认识、吵架到最后结束的全程，我看到了很多不好的部分，然后我就会觉得，没有必要。我遇到跟你差不多问题，我也经常否定自己。因为我特别喜欢复盘，就是我会复盘我一整天与人交流，或者说1周以内与人交流发生一些事件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我翻来翻去，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糟糕的瞬间由我产生，我就觉得。但是你知道吧，其实你做得很好，你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你还想要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以前真的非常焦虑，就是外貌，然后又焦虑。就是那个自我否定，因为我身边的优秀的人太多了。有没有想过，你身边优秀的朋友多，也是因为你优秀？对，是的。我就没想过，我就觉得我是那个最糟糕的人。但是人为什么一定要优秀呢？就是，我就很接受自己不优秀的地方。就是我觉得，
就比如说我很邋遢，我就觉得你这种人超好，就是他能接受自己的不足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我就会在这方面非常纠结。我觉得人就做好自己该做什么的事情就可以了，接纳自己，接纳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其实完不完美真不重要，你只要在心里默认你是最棒的，那我就是最胖的，对吧？最胖的，我们是最胖的。那我们就结束吧，收拾一下。我是最胖的。其实我真的有点不能理解，就比如说你们就是发现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你们会在担忧什么呢？有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即使是发现问题，我也不会主动去解决的人，就是非常死要面子的那种，很被动的那种。其实也没有错，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我很期望平凡，但是我又不甘心。可能我是因为从小我就认识到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我就不会奢求自己去很与众不同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我就想着说，那我就做好我就做觉得好这个众生就行了。好，去休息，拜拜，加油。感觉何雨欣一直在给罗志阳治疗，我非要给你治好你这个病。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最优秀的，你告诉我哪里不行，非得给你治好。雨欣好累，又要治愈杨烁尘，又要治愈罗志阳，自己还要想办法谈恋爱。雨欣是个大夫来着，心理医生。团团，哎，谁找我？我。怎么了？我们下来要不要出去玩？那行啊，几点钟出去？你想？你休息多久3点半。行，3点半。我真的好虚啊！为什么？他就老是不跟我讲话呀，都你主动跟他说话呀。不是，大家都是你多跟他说话呀。这样知道跟他说话，我就不是这种人。这样小声说话好神秘。对啊，就好像是别人听不到了一样哈。下午不会只有我跟 Jess 在家吧？突然间，团团应该也在家吧？团团要出去。团团也要出去？他们都要出去。你要出去？你为啥要出去？不告诉你。留守。我们俩看。没事，你用我电脑看东西就好了。可以啊，可以啊。菜菜非常高兴，我们俩看家。咱们走吧。走吧。拜拜。拜拜。拜拜。菜菜想，我就想2个人，你还能不跟我说话？你不跟我说话，你跟谁说话？他真的有可能不说话，是吗？哦，有可能。那是罗志阳哎，我有点小看罗志阳了，有可能还真有。那你们觉得，2个有恋爱经验的人在分享他们的上一段恋爱的时候，女生说她的上一个男朋友好像后来慢慢就变成朋友了，她是不满意这点的。但是几个男生就觉得多好呀，一直在劝他，感觉在劝他复合，再劝一会儿，感觉就要回去了。大家会说最后爱情都会变成亲情，就关于这样的描述，大家的接受度是怎样的？我可以接受，不知道，我没有谈过超过1年的恋爱，不懂。我是谈恋爱是很看感觉的。菊姐是实战型的，我们俩。我对于爱情的看法是那种比较理想主义的，我现在可能就是滤镜没有之前那么重了。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还是依然相信滤镜的。我觉得就是爱情，就是给那些琐事加上一层滤镜嘛。就是。那如果有一天这滤镜没了呢？我不可能没有，不能没有，因为如果没有就不对了。所以你大学是在哪里读？我在西安。西安政法。哦，西安是个好地方啊。然后我们这边我和文婷都是学法的嘛，但是我和文婷就可能差别很大。她是真的就是专心在学习啊，然后学法这个专业上，我的话就很多杂事儿。他一直在聊文婷，你看到没有？
杂事儿是不是？就我很跟你专业没有关系。你会觉得两个人不说话会尴尬吗？不会啊，那就好。因为我感觉就是你也是比较属于安静那种人。时而，差不多。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为了硬要聊天，就是尬聊，就有什么想聊就聊，不想聊保持安静也挺好。我也觉得，能够两个人一起享受安静是非常好的。对对对。他想吃以退为进，他没想到毛毛还吃真不聊了。哇，真的是很甜蜜呢。啊！哇哦，哇，好好看啊！我先来切草莓吧。可以。你要不要把袖子往上撸一下？没事没事，一点点就可以了。他帮他撸袖子。他说：“哎，那不会沾到衣服上了，真好，不用洗衣服了。”但看着很漂亮。差不多了吧？然后，你想要什么颜色？粉红。我看一下这个粉红色。我怕它是那种。那就正红。对。行，正红不会出错。巨红。要把这一层都抹成红色的哦。这个颜色会不会有点太那啥了？他拍的挺近的吧？是有点那啥，那怎么办？要不然再加一点。加一点。抹上去吧。毛毛他不喜欢说话，但他喜欢做蛋糕，你知道吗？不用说话了，真好真好。那我来放那个了。好，你再把它放到裱花袋里。我需要你帮我一下。咋了？帮我把这个袋子撑开一点点。寻求帮助，示弱。你看，这全是方法。我记一记吧，记一记吧。差不多就行了。可以，强行上去了。这样子。哎，可以。感觉还真不赖。我也感觉很好看。哇，这是我做过最好看的一个蛋糕了。拍个照。真的很好看。好看。我想吃。坐会儿吧。我们的蛋糕大概要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基本上应该都有半个多小时。其实我觉得，要重新再去认识一个人，然后很深入的了解一个人，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真的，而且说起来也挺累。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人的话，你也不会觉得累吧？你也会觉得累。其实也会。而且我跟今天中午他们想的可能又不太一样，他们不是想的是说，如果我一个人活得很开心，另一个人到来，可能不管是给我带来快乐或者是难过的情绪，都很宝贵嘛。但是我就不会希望说另一个人到来给我的生活带来任何的负面情绪。其实我觉得，我听你刚刚讲完，我觉得你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有一个自我防御机制在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试着把这个保护机制稍微就是偷懒，因为太保护自己的话，你会就是接触不到新的东西进来。我基本上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都只有可能是自己想去打开。就从外界挺难说打开这个保护机制。就也是像我一贯以常的态度，我可能会
说是自己为了对方去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是说对方希望我去改变什么。你这一点跟我前男友挺像的。所以你知道当时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当时觉得他心狠，特别狠，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话还是挺有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你不要从我身上找安全感。对啊，就很现实，但是现在还挺对的。当时我觉得你好冷漠啊，是真的很冷漠。哎，说不上来这是好还是不好。感觉安全感是亲密关系当中好像特别大的一个矛盾来源。我刚才其实一直在想，就是大家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毛毛刚才说的，就是他的那种，不安全感，他那种就害怕外界给他带来的负面情绪。对，就是我觉得我跟他在这方面是一类人，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就是我这个人平常是完全不社交的。就我在家的话，我是不会出门的。我很害怕，就是会受到伤害，就很不喜欢这种就是新鲜事情的到来。我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我现在很平静的这个生活。但是你想，还是对爱情是有憧憬的吧，有期待的吧？我没有，我这个人不需要爱情。哇！是你觉得你现阶段不需要，还是说你觉得你整个人生你未来就不需要？就是按理说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我现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我的所有安全感全在事业上。对，其实是我身边的就单身的人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活得好好的。对，就是我就感觉现在好舒服。我没有那么需要，没有那么的迫切。如果他不是100分，不是那个我想象那样，那我就不要了。就是会有这样子，那其实也很正常。所以你们被肖文劝住了是吧？不是，都是一种选择嘛。对，就每个人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直姐呢？我是觉得，安全感很大一个来源是来自于信任嘛，相互的信任。比方说我在恋爱中从来不会查岗，从来不看手机，我自己会给予充分的信任。我也希望我的男朋友一直是充满魅力的，就是如果说他到一个场合，如果所有女生对他没有兴趣，我会觉得不 OK。我宁愿有女生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那一点点小小的嫉妒或者猜忌，会让我想努力变得更好。这个记下来吧，这个应该是可以放到咱们书里的。这个记下来。我观察到一个点，我觉得沈老师可以听一下我这个发言，我觉得我这个发言非常的正确，绝对很正确，记笔记啊！我记，我也记啊！因为就是你要观察毛毛他说的什么，他说的是自我防御机制，我感觉这是一种透露的一个前提，就我告诉你，我这个人防御机制很重，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要再来招惹我了，我觉得是这样的。是的，我觉得这一个点是很对的，很对不对？很懂是不是？他跟文婷讲的是憧憬，哎，他的理想型，他想要两个人一起怎么样，但是他跟那个语言讲的是他的那个线。行，我记下来了，要看对方聊的什么。如果我跟你说我的防御机制过重，证明我不是特别想跟你聊，就告诉你不要再往前了。翟肖文，对，绝对有用。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野甜的 Kelly One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来青藤有人疼，感谢学历身份双认证、恋爱更靠谱的青藤之恋 APP 赞助播出。哇，你带相机了？对呀，你们要怎么过去？咱坐车过去。你会开车吗？你敢坐吗？你敢开我就敢坐。那我肯定敢开。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总不能辜负你对我的相信吧？你是去过那个南门湾那边了吧？是吧？但是我们那天只在那边吃了个饭。吃个饭没逛。没逛。行吧，我们今天就逛逛吧。太好了，这句话也挺好看的。
你就免费的摄影师。哎，来，你先进。我也很喜欢摄影。你喜欢拍人还是喜欢拍景？我一般拍景拍的比较多。我也是喜欢拍景。真的吗？我其实喜欢，就昨天来的时候，这边不有一个桥嘛？就桥那边风景往下看这个海，我觉得特别好看。是不是还有那种就是开着车，然后突然往下这么一个坡，然后海就都出现了？对，那超好看。对，我当时就想下来拍一张。你看他们俩的那个聊天的肢体语言，更放松一点，都在中间。对，那两个是外八。对。哎，那你昨天来，就是感觉怎么样？跟你想象的？我跟我想象的其实差别蛮大的。其实大家人都挺好的，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嘛，交流起来也没有那么多的代沟。没错，我们就要恬不知耻的说，我跟00后就是没有代沟。毛毛是不是挺小的呀？哦，他提毛毛。00后。哦，难怪，小。哎，你说你们之前都遇到过心动的人，为什么就没有进行下一步呢？我很少。啊，没有碰到过吗？也有，但是就没有继续接触。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运气很背。运气很背，怎么说？比如说有一个还蛮心动的男生，是在心动以后的1周有对象了。对。然后我就那就算了。但是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遇到过。确实。是我觉得不管是谁主动谁被动，如果说两方都一直等着对方先开口的话，就说不定那个时候会错过。对。所以要勇敢。对啊。所以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这句话是我社会学爱情思维课的主题，就是没事，慢慢来嘛，反正还小。好像到了，这边的房子确实蛮好看的。到了吗？到了。哇塞！你没来过这吗？没有啊。这块叫什么？风洞石吗？风洞石景区，它里面有一个小灯塔。来，快讲讲你做的攻略，怎么？好玩吗？好拍照。做攻略呢？哎，正好毛毛过来了，你看他做攻略，毛毛过来了，这不是知己知彼吗？刺探一下敌情，应该的。看看哪里比较近，就是网上那种特别好看的阵子。也可以大家去做陶艺，拍照都还挺好看的。OK。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可以去拍照，拍一张照片，比较复古，我觉得。我可以把那个古树饭店给拍下去。OK，非常好，非常好。来，这个姿势。OK， 好，看看，很好看。还可以，很好看，不是还可以。我导航一下。风洞石灯塔，这没有地图吗？也可以往这边走。哇，真没少走啊！微信第一名，步数第一名。这边走。他们说的逛公园，还真的就是逛公园哈。你可以去那，我给你拍一张照片。
好啊，太远了，嘿，走这么远为了拍张照。可以，浅笑一下，浅笑一下。可以，真的超美的。OK， 走。像极了摄影师带我出去拍照的样子。他就是来拍照的，是吧？真的拍工作，我找了一个地方，这儿好看，来这儿拍。你要不逮着一个地方多拍几张，就少走一些路。这个地方可能可以拍一张照片，浅笑还能浅笑得出来，这样子很好看。天哪！可以，OK， 走。又走了。哎，别走了。我觉得文婷脾气好好啊。我也觉得。在这真的走了很多路哎。哎，那我们就歇会儿。坐着 ，OK， 我们可以往这边坐一点，就把这个给挡了。这边坐一点啊，笑一笑，笑一个，笑。就文婷还在配合，还在营业。浅笑一下。努力营业了，我已经。我觉得蛮好看的。我去下一站。啊！又下一站，还走啊？他们走回北京是吗？准备。下一站是北京，我的天！我们现在已经到上海了啊，再走7个小时到了。哇塞！哇塞，很有那种电影里的感觉。走，我们去看看。刚刚是公园，现在已经到海边了，这一轱辘这可远了。走啊！我不敢。我拉着，走了。我拉着你啊，小心一点啊。哎，这卡多了。对吧？哎呦！说话不能说太早啊，你先走。我不行的。没事。我不可以。天哪！走。啊！他要上来了。没事，走。不，这真的太滑了，咱俩一会儿怎么回去？走。啊，我。走。为什么一定要走到这个地方去呢？拍照好看。就不是很精准，少10公分都不行，得走过去就是。就这个点，就是那个点。对，这是他设置的系统，必须要按部就班的完成它。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是不会那么细节了，但我发现有一个事特别好玩，就是毛毛在他做攻略的时候是去看了一眼的，但是毛毛看完之后并没有给他提出意见，你知道吗？觉得这样挺好，就这么走，挺好的，再多走一轱辘挺好，可能是毛毛选的，也有可能。就是毛毛说你去玩陶瓷嘛，其实毛毛是觉得文婷是喜欢静的，只是蔡乐完全没有听到。我可以给你来拍。你说我们要怎么拍才好看？蹲着拍？哦，你这样好，我仰拍。你可以把头发往上弄一下，浅弄一下。哎，你别动呀，别动。OK。哎，这张还可以。Nice。刚刚那个 nice， 好 OK， 我换个角度。我给你拍。来。哎，我在这儿。哦。可以吗？我来比个心。耶，比个心。哦，那个灯塔，等会儿我对一下。好，我对到了灯塔。走吧，我们走吧。来，我拿着。我觉得这趟还挺值的，那个教室。对啊。很好看。这一段真的是。菊姐，有一个男生带你走了1万步，拍了很多照片，你对这个约会打几分？我真的会生气，我会挂不住，我会说不想，就可以了。对，没有可以换一种方式，我们去别的地方打卡吧。对。但是我觉得约会的重点应该是在于事情，而不是在于这个照片。我觉得为了拍好看的照片而两个人到处跑，还不如就是你们2个人喝个下午茶，聊到开心的事情，你拍一下，那个照片是有灵魂的。对，是有情绪在的，有故事在的。不然我要是回看那个照片，我就记得说，天哪，你知道那天我们走了多少路吗？就从这儿走到那儿，从那儿走到这儿，就是消耗了大家的精力。对的。我感觉其实文婷走累了，但她只是说，哎呀，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我也很努力在营业了。对，给她一个暗示吧，算是。没想到她完全没有听懂这个暗示啊，完全没有 get 到。
就是2个热爱摄像的朋友聚在一块儿，说我们周末去拍个照片嘛。摄影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我们继续往下看，他们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我们今天可以去插一束花束，然后回来放到花瓶里。可以啊，可以啊。你想插什么色系的？看你，我就是喜欢看着别人插花。他俩终于可以约会了。对，他俩还没约会过，没有单独相处过。今天这个帽子就有点突兀。为什么？就这个颜色。他知道这颜色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戴啊？对啊，故意戴了个绿帽子。我还没有跟你说我为什么要送你那个刺猬，你猜为什么？一般是躲着送。我那天我想过，我忘了，我想了原因是啥，我忘了跟你说，我忘了跟你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刺猬跟太阳都很像，你知道吗？因为它们都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里面是圆圆的，然后外面就是尖尖的，但是太阳就是它散发的是很温暖的东西。刺猬的话就是它身上有很多的刺，对啊，就可以规避掉，会保护护好自己，就是规避掉周边的一些危险。对，但它内里还是很柔软。对，就是可能形式会更加保护你自己一些。哦，团团好了解杨烁成啊，说到心坎里了。哎，怎么说呢？做好自己就 OK 了。走吧，谢谢。上去吧，你先上。我原来长得真的是太丑了。什么？我说我原来长得真的是太丑了。原来吗？那你是不是要看到我的照片？论改变，我说第一，真的绝对没有人敢争。那我要争一争这个。你争不过的。那可未必，我可是丑到那会儿，我爸都不觉得我不是他儿子。到时候看吧。上一次我跟那个叶子，我俩的那种就是感觉认识很久的朋友了，互损。结果你说，如果是我的话。我损自己的时候是真的是开心的损，你知道吗？我俩的损。如果你觉得损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我没有不开心。那你那天就是那天是那啥，是因为别人大家的约会都特别的好，就我俩的整段一天垮掉了。哎呀，进来一个怎么都这么丰富的回来，然后我就又开始内疚自责，我就只能损自己骂自己。其实说那些话全是骂我自己的，你知道吧？然后他一直说我，然后我一直说他。我俩就互相说呗，然后晚上就实在没办法了，就我说也不又开始了，又开始叨叨了，换了哦。对，然后晚上不就跟他说了吗？我不想说，那会儿不是我不想跟大家说了。他的倾诉欲很强，对，我就又开始自责起来了。啊，你居然能抢到这么远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错。哎，我真的是之前就很害怕唱歌，我觉得我唱歌太难听了。哎呀，贼自卑，原来太胖了，原来老丑了，就跟那种有阴影一样，你知道吧？懂，我之前不是跟你一样吗？就生怕展现自己啊，怎么样的？但是这是在顾虑什么呢？我也其实很喜欢复盘自己，就是，但是我会越想越豁达。我现在其实状态挺好的，我已经想开了，无所谓了。对。我觉得团团是那种就是，他是需要接收到能量的人，就他不是一种本身自己能量很高或很低的人，对，就看他接触的是谁。我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朋友啊，就我觉得不是去治愈他，而是我会强迫他改变。改变的第一点是语言改变。哦。就比如说他老说我不行，那既然你不行，你没有任何优点，你凭什么跟我这么优秀的人做朋友呢？
咱别来往了。你一定要找出你优秀的地方，你才能也来跟我匹配嘛。我有感受，陈老师，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就把惨字挂在嘴边，我说哎呀，我自己怎么这么惨啊？我说你点儿好背啊。然后我工作人员就说以后你不要说惨这个字。对。然后自从我就是想说，哎，到嘴边我就收住了以后，我发现一切美好起来了。对，其实就是通过语言调整，让他自己重建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因为我觉得杨烁成最大的问题是他前面都在负能量，到最后说我做自己就好了，他也形成闭环了，逻辑闭环了。对。就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共性，不管是自卑也好，或者复盘自己的糟糕也好，其实它会传递在两性关系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不配得到美好的爱情，他就很难去跨出爱情的那一步。所以硕成他上升空间非常大，因为他愿意主动的去那个迈出那一步嘛，他只要意识到这个事儿，应该很快就能解决。我对硕成还是有信心的。真的不说话吗？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蔡瑞是睡着了吗？睡着了。蔡瑞不会真的睡着吧？有点吓人，吓我一跳，吓我一跳，有人破门而入，突然清醒。浅睡了一下，浅睡一下，学了一个浅是吧？浅笑一下。3点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但是我完全不想出门，我今天可能有点不舒服，头疼。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来吃饭啊？忘记问了。今天晚上应该可以出去吃吧？哎，应该是他们都自己解决了。暗示自己解决了，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他们。我感觉可能会自己解决。重复暗示。有可能。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你想出去吗？你是想出去吗？可以呀。可以啊，但是看看时间，去哪儿呢？我也不知道。想不到去哪儿。搜搜吧，看看有什么。哎，让我看看。哎，要不去宠物公寓？什么？有个什么猫公寓？猫什么？猫，我搜搜。猫咖。我还没去过这种地方。33公里。33公里是有点太远了，我也不想去。有一个植物园。我对那个我想尽兴小院挺感兴趣的。罗志祥一看这个名字，应该挺近的吧？应该挺省劲儿的。那个要16公里，半个小时。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去过了。那就去那个吧。行，那差不多了。走，出发。走吧。哇，这是什么？大鱼丸、海丝花、香肠。哎，我想买一串串。
来个肉，这个鱼丸就行了。你要吗？我不要。还是有点冷的，吹得有点头疼。什么东西店里坐着吧？对。哦，谢谢。好，拜拜。哇，风好大呀！我好像看到其他人了。是谁啊？硕成和团团。我们偷偷的接近他们。对，快快。偶遇了。哦，真的吗？是你们！我的天哪！走吧，一起吃饭去。一起吃饭去吧。你们是想去，我想静静。对，这么开心吗？我们也是啊。走吧，走吧，走吧。我就很喜欢这种巧遇的感觉，好，真的是好巧。对，绝了。哦，人好多的感觉哦。对啊。我想静静。就边上。这边。好的，那我坐这儿。行。嗯。哦，对，我还要去个卫生间。我也想去。菜菜不开心，菜菜讲好不容易约出来，中间那个位置是给谁的？硕成。杨硕成吗？为什么？他俩应该坐一块，然后那俩坐一块。我问一下，先擦线一下。他怎么了？他今天下午就一直在头痛。啊，前面有个药店，我刚看到了。菜菜，你看菜菜整个都哇，急了也是。墨镜掉了。墨镜没有，墨镜好像放车上了吧？杨硕成，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你别坐那儿！哎呀，哦，去死！你们找到药了吗？没有，就是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买一下。哦，糍粑。是你喜欢吃的糍粑。这道菜在我们那边也很有名。对啊，你就是福建那边的，就是它就山上那种笋。啊，谢谢。今天感觉吃饭不太香，你也吃的有点少。我觉得很好吃，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吃的这么少。哦，可能有点不舒服吧。你看菜菜，哎呀，我觉得菜菜要哭了。我也觉得他有可能我喝了2杯饮料。对。我们要回去吗？走了，撤。今天他们在那个小屋的时候，准备出去的时候嘛，然后有一个细节是罗志祥说他不想出去是因为头疼，他真的头疼嘛。然后当出去了之后，在那个吃饭的时候说自己头疼，然后蔡瑞就很自责嘛，觉得是我把你叫出来，然后你是为了陪我出来，结果导致头疼，他可能会。你觉得蔡瑞难受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是他觉得他让罗志祥变得更不舒服了。有可能。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女生嘛，我们会觉得，哎呀，菜菜她是挺好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也挺勇敢的。菜菜不是那种特别外放，但是她是那种特别坚定的人，很直球。我觉得蔡瑞应该把更多的关注点先放到自己的身上去。好像是这样，他有点过于关注罗志祥了。他没有努力的释放自己的魅力。对你，首先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喜欢你？你首先你自己要有光，对不对？我希望把这个人吸引过来，而不是用我的执着去打动他。对，那如果我是蔡瑞的话，真的是喜欢他，我可能会主动说，那我们看个电影，看个剧，看个什么，对，就是 OK， 你喜欢静的，那我们就找一个静的项目，而不是说我想出去，你不想你也要跟我出去。我觉得楚曦其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爱的核心是什么？是我对你有好奇心啊。我们知道蔡瑞喜欢
逻辑逻辑啊但是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并不改变这段关系的性质。喜欢一定要双向。那如果我是蔡略的话，我就会对他很有好奇心。哎，你看剧，我就很想向你靠近。哎，看什么剧？我既然喜欢你，难道我不是首先对你有好奇心吗？我想跟你做一些事情吗？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喜欢我，但他对我一点都没有好奇心，他只是希望我配合他出去走走，我也配合了，你还想拿我怎么样？他不能产生进一步的情感交流，所以其实那个是背后是爱的能力。你有没有理解到爱本质？其实对他人产生好奇心，能够去欣赏、肯定他人，这是爱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能不能走得更长远。由没谈过恋爱的我节目官微和微博综艺在微博共同发起的约会中不能接受的行为话题互动呢，我们也收获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当中有一位叫做全世界最可爱的葵葵，这位网友说他觉得对方如果在约会当中持续 emo 输出负能量，会让人非常的不适。当然还有不少的网友参与讨论啊，说像质疑自己不够自信啊，过分真实有啥说啥呀，或者在异性面前赞扬另外一位异性啊等等，全都是约会当中的禁忌行为。我们来问问在场猜心团的各位成员，你们觉得约会当中不能被接受的行为是什么？emo 我觉得这个不太行，就一味的负能量，我觉得为了啥？还有夸赞另一个女生。看是什么女生啊？如果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哎，我觉得我会跟她一起聊。还要看夸啥是吧？特别是勤劳就可以，要夸好看就不行了，你知道吗？能量这东西，在乎自己的表达，完全对，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对，这不行的。我觉得这不行的。这个你可以记，这个可以记下来。所有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在微博当中来带上约会中不能接受的行为话题来参与讨论，那您的留言就有可能被我们节目的官微翻牌哦。我们去吃一个晚饭，走吧。感觉还不错哦。我感觉还可以，主要就我们2个人。谢谢。我一紧张就容易喝水。你紧张吗？是的。你紧张啥？就我们这边6个人第一次见面，是相当于在上午的时候是一个一个见的，就我第一天和那个菜菜见面的时候，他有这么高一杯水，我就已经喝完了。所以我和乐乐没有来之前，你对你们6个人当中谁印象最深？男生女生都可以。他会讲实话吗？许文婷。文婷吧，因为讲了，因为东西一个专业，然后出去的次数也多一些。然后男生可能还是 Jess。感觉你们俩好像对，形影不离。是。哎，要不这样吧，互相讲一下，就是看到你第一次是什么印象？昨天是看到你探了个脑袋进来看了一眼，然后我就坐在地上，我说我瞄了眼就发现是新人，然后我们就站起来了嘛。这么细的，把整个过程啊。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就可能这个女孩就至少很开朗吧。其实我进到我们的四合院，其实，你说你是学法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注意到你的。第二个，我觉得你笑起来还挺阳光的，所以就当时明天就选你，挺好。这几乎就是告诉他了。上次的那封信是我写的。其实我小时候还是一个挺有仪式感的人，越长大就对这些所谓的那种仪式感好像没有那么浓了。对。所以你是一个会有仪式感的人吗？我还挺有仪式感。比如什么呢？拿上一次约会来说的话，可能是和女生第一次见面送个花。所以你们是每个人都选照片吗？你选的是谁？我选的是那个大花棉被啊。文婷。真的特别巧，我们几个人，就我、Jess 还有说成，我们3个人的
就是选中了照片，我们真的很随机的在选了，结果还是我们那天去约会的人。就是你们3个刚刚好，就是对，我们3个真的很随机了，太巧了。怎么开始啊？开始吧。口口热汤真开心。汤还挺好喝的。你是广东哪里的？深圳。你习惯吗？刚开始1、2年真的不习惯。不太想往北方走，不想离家太远。是。因为我爸妈，年纪都很大了，我觉得近一点想回家就可以回家嘛。他挺会聊天的，他真的是社牛，而他的聊天方法都很对，很正确。你是个愿意沟通的人吗？虽然说中午说我不相信你们口中的爱情，但是我还是认为说有表达欲或者分享欲真的是爱情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很重要。有分享欲和表达欲真的是我可以说最看重的一点了，这一点可能真的会超过其他的很多事情。就比如说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啪发给你。对。然后我看到什么给他发过去的时候，也希望就是说他可以很认真的回复我。你吃饱了吗？差不多。我也差不多吃饱了。喝口水，差不多。走。觉得清源心里应该知道了，非常明白了。灌好了我们就回去了。好。我怕你吹久了可能会偏头疼。不，今天都算还好的。之前的那个风就是吹到，可能习惯了就好了。也是。你大学有过什么遗憾吗？没谈恋爱。没谈恋爱。这个太遗憾了。确实。大学时期，校园那时候恋爱是最纯真了，我觉得。可是就是错过了。我还有机会啊。那你大学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我大学遗憾的事情倒是没有。哇塞，完全没有，太凡尔赛了。也不是吧？这也是在这放烟花吗？感觉这里都很适合。那我们要不要在这边把仙女棒放了 ？OK 啊。Yes，让我看一下。看一下。海边的仙女棒。超级好看。这个氛围感造的还是蛮足的。哇，超好看哇！这个挺好，这个挺好。对，风来了。好好看呀。今年有什么愿望吗？那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每天开开心心就可以。可以。你呢？我也是。这地方还能放烟火，这挺好看，这多好看呀！很漂亮，很浪漫。热爱生活，并且要记录生活。回去吧。走吧。刚刚毛毛还说到一个分享欲，是亲密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对。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很无聊的小细节，但是你就想跟这个人分享。你很明显能看出来，毛毛对金源没有分享欲。所以他就潜台词告诉你，对，就是告诉你说，我觉得分享欲非常重要。但你看，所有都是你对我有好奇，你一直在问我，我也没有问过你一个问题。对，全程都是女生提问。但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是我们可能站在上帝视角，你去评判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我们都能评判对。我刚
就回想了一遍我们刚刚可能看的这所有的这几段里面，我们认为的错误的方法，在我身上可能都会发生。就我可能会像蔡瑞一样约人出去走走，他不同意，我会觉得硬约，为什么不出去走，就要走走，就是你告诉我是错的，你跟我讲，我也能接受这是错的，但是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就是不会啊，我就认为这样是对的，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没有谈过恋爱，这就是原因。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段。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D1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都回来了 ，Hello。哇，快来祝你生日！啊，怎么有蛋糕？我们去做的。快来吃，快来吃！好的，好的，好的，稍等，我去拿去。Jess， 毛毛，吃蛋糕。来了。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创作灵感。首先，中间这一层有点就是些微的模糊啊。文婷也出来了，我要好好观察我的细节了。我们做的是黄色啊，看得出来，代表了阳光。阳光。然后上面这一层我们调的是一个海洋蓝。然后呢，这个白色的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类似于像海浪一样的东西。有创意啊，金老师。然后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配的月亮和这个，然后这个就是你也说点吧。这就是个栅栏，白色。栅栏。太厉害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灵感来源。哦，这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来，给你一个小草莓。完完全全的就是超越原版。看。这个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对。哇，就是做着做着好看，然后就这样了。那我们把小蜡烛点起来吧。啊，好。有一点仪式感，有点仪式感。哦，蛋糕，感觉很好吃。哇，我要拍照。哇，这点上真的好好看啊！然后我们一起吹吧。好，来准备。1、2、3。咱们就是切蛋糕吧。来吧。我默默咽了一下口水。芋泥和草莓酱。第一块给你吧，给你吧。谢谢金老师。第二块。我可以要有草莓的地方吗？当然可以，没问题。哎呀，我这个盘儿真的是，哎呀，好像我画颜料的时候刮的那个颜料，有点艺术了。咱就是说，给我个叉。太可爱了。这个给，谢谢。谢谢。这里还有嗷嗷待哺的我。来了，给你个小草莓。给，谢谢。我觉得这个蛋糕真的不错，真的很不错。检查一下这个。其实没有很甜，还好。真的吗？真好吃。所以我这种还可以，没有那么甜。好好，我看到你们都爱吃，好开心哦。满足了。满足了，满足了。不要误会，我觉得文婷的表情感觉在说行，我知道了。不要误会。咱俩先行告退了，今天头疼。拜拜。但我看着文婷好像是有点不高兴，是不是？他可能自己脑补了一些事情，感觉毛毛他只是单纯的把重点放在蛋糕身上。他做的蛋糕真的很开心，但可能文婷接受到的信息，你今天过得很开心。对，你今天和雨恩过得很开心。你要这样想就没有办法了。你要这么想。
没有关灯的时候，其实许文婷跟毛毛的距离是比较远的。许文婷是在后面的，但是她在关灯了以后再开灯，你会发现许文婷是坐在了毛毛和宇文的中间，大家有没有看到？对吧？有一点点来说，其实我跟谁更近的感觉，就是她的身体语言。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是不好意思，因为今天他 Jess 很累了，但是我没有太注意到，然后就把他拉出去了。这有什么关系啊？没事啊。但是你提议要出去玩的是吗？对啊。我在想要不要和他说一下，就说不好意思什么的。那你就跟他说呗。你找个小纸条塞给他。我这好多小纸条。来，给我一个。好好想想吧。啊？我说你好好想想啊。他是不是去找罗志阳？哦，真的哦，嗯。又没去。在纠结，在纠结。哎，但广志你好厉害，我觉得女生都以为猜猜是因为他的往前一步没得到回应，就你一个人觉得他是因为自责了。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没有谈过恋爱嘛，我当然懂了。这是你最大的优势。我可理解了。这期没有糖，上一期看的我好开心啊！你知道吗？我今天准备了一个放大镜去看他俩，没用上。下一集。但我感觉蔡瑞可能会通过这个信向罗志阳道歉，应该会。罗志阳会写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再见。但你觉得罗志阳有没有可能他自己回去也觉得自己今天对蔡瑞有一点冷淡？对，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我也觉得他可能。我觉得他今天可能不会写东西，他可能回去睡了吧，他可能连这部分都没参加吧。可能对，我真的就是好头疼，我想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吧，啊，你们还写信了，写什么信？那马上要进入的是我们的正式猜心时刻了，也是奥优能力多守护时刻。还是要向各位再次来介绍一下我们猜心时刻的规则。我们初恋猜心团的成员呢，会从奥优能力多的奶罐里面抽取一个人物，表示需要预测对应人物的心意表达结果。来吧，我们来抽啊！好，来，就是你了。
我这边还蛮好猜，我觉得毛毛应该会写，但是他应该会给文婷写吧，执着的写给文婷。对我希望啊，我觉得语言今天我猜他不写吧。我觉得也是。我猜他不写吧。罗志阳我感觉50-50吧。你觉得罗志阳会给？罗志阳写，我选择相信，因为上一次我就是因为没有相信杨哥，所以失败了。不一定，他今天头疼，他今天身体不舒服。那罗志阳不写，硕晨会写。他还是依然对团团。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肯定是会对的，因为我觉得蔡瑞是肯定会去留言的。赢了，这个也赢了。你这边是？曹烨不写，然后文婷，我也猜他不写。那蔡乐，我觉得今天还是会写的。对，蔡乐，我觉得他会写的。关键蔡乐根本没觉得自己有问题啊，他觉得今天浪漫极了。好浪漫。我是何雨欣，我觉得会写吧。菊姐，你相信你的第二判断，你第一判断应该是错的。你第一判断是啥？我第一判断是会写。那应该不写。我就是说他写。那究竟今天我们猜心团成绩如何？我们一起来看答案揭晓。有点紧张，说实话。文婷先来了。欢迎收听牡丹电台，现在是每日新意广播时间。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文婷，今天和你一起出去非常开心，能够出去度过一次愉快的海边旅行，非常感谢你。能在海边约会，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海。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再次一起出去。蔡乐，毛毛没有给，毛毛没写呀。我猜对了。不是，我的答案对没对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毛没有给文婷写。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乐乐，你一定会拥有一段难忘的旅程的。晚安喽，今夜好梦。我掐下珍重，不行了，小翟不行了，这个打击也太大了，这个打击。小翟巴巴的分析了这么长一段，这肯定不会写，全是错的。当当。但是那乐乐就会更坚定的往前走了呀，因为乐乐是表达好感的。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表达很不一样？你看那个蔡乐表达的是说，我希望下次还跟你在一起，有这个一起出去的机会。但是文婷的是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段什么什么的旅程，这跟我没关系，这跟我就没关系了。我相信你跟别人一定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各自的语言都非常的有意思。欢迎收听牡丹电台。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金宇恩老师，时刻拥有分享欲和表达欲，将会是我的追求和理想。愿你日后也能拥有少女心的恋爱。晚安喽，今夜好梦。你看毛毛的说法也是，祝愿你拥有一段那个，显然这不是跟我没关系。他跟文婷真的是一类人。对，一类人。欢迎收听牡丹电台。现在是每日新意广播时间。今晚你暂时没有收到留言，晚安喽，今夜好梦。
语文是听懂了他今天聊的所有的言外之音。对，就不能再写了。哎。按语言的表情，他们俩可能都开始回避眼神交流了。欢迎收听牡丹电台。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蔡瑞来了，他想对你说，咱们村长要注意身体，你真的做得很好了，很多细节的要说，这张纸都写不完，哈哈。所以今天复盘的话，不要 emo 咯，加油，晚安咯，今夜好梦。谢谢。欢迎收听牡丹电台。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期待下一次一起探店，注意保暖，早点休息，晚安喽，今夜好梦。欢迎收听牡丹电台，现在是每日新意广播时间。今晚你暂时没有收到留言，晚安喽，今夜好梦。菜菜不想写了，也可以理解，他就是一直得不到回应。我觉得我之后都不会再给他写信了。为什么？就是不想给别人压力。啊，他就考虑的是不想给别人压力的理由。我来了。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好了，我准备出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那就好。但我也要说一声对不起。怎么？没有，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加油加油！
怎么 Jess 就不出来了呢？早知道我就把我那艾灸包带来给你灸一下。啊，我在家其实也用艾灸的。他们在外面玩，你要不要出去啊？我不想去。哎呀，怎么这么慢？哎呀，别着急啊，那你就直接跟他说呗。好吧，各位，晚安喽，各位。晚安。他回去了已经。哎呀，怎么回事啊？Hello， 你们在玩什么？我们没有玩什么，今天是一场精神的洗礼。哎呀，什么精神的洗礼？冥想，你有听过吗？哦，我知道，我也有在冥想。你有在冥想？对。Jess 找你一下，有事跟你说一下。有事跟你说一下。你看吧，他还当面说。对，就是今天下午没有考虑到你的状况，然后就把你拉出去，然后就想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没有，就觉得很抱歉。我是突然之间被那海风一吹，又更加痛了。完全没问题的，OK 的。我现在刚刚睡了一觉，我就已经很 OK 了，吃了那个药。对，就觉得一直在内疚。哎呀，有什么很内疚的？我只是突然之间就那个风一吹，哎，突然又冷了。OK， 好，没事就好啊。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唯一彼此都写了的是蔡乐跟文婷。但也就仅仅只是那种朋友关系。文婷是对蔡乐是那种朋友关系，感谢他的安排。但你看啊，文婷跟毛毛好像啊，他们两个都会出于礼貌写这个东西。我不理解，所以有人没写。我真不理解陈老师。就是礼貌，所以我们刚刚在确定，它不是个心动信号，它是我表达感谢。但是礼貌，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礼貌，这个环节这么重要，我为什么拿这个来礼貌呢？啊，我要是毛毛的话，我不会写，我肯定还会给文婷写的。这女孩子更会被你这样的男性所吸引，因为你喜欢一个人，你会很坚定站在这一边。但毛毛的性格其实就是会礼貌优先，考虑别人优先。所以你的这个逻辑体系，感情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很干脆。毛毛不是这样的，是礼貌为主的。是的。哦。但是团团这一次写给罗志阳，是不是其实就摆明了他跟杨烁成之间在逐渐拉开距离？对，是啊，有这个概念吧？我感觉啊。对。那雨欣今天是在哪儿对罗志阳心生了好感呢？我知道那个雨欣为什么会给罗志阳写了，就中午吃饭的时候，罗志阳不是讲了一下对自己的恋爱观嘛？他说你很好，你很优秀。然后雨欣其实是想要治愈他吧。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itty One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持续不羁，勇敢追爱。本节目由藏地秘饮品牌藏勇马能量植物饮品赞助播出。牡丹村复古主题歌舞晚会将于2天后在厦门的臭迪歌厅举行，请大家自行邀约搭档，男女2人合作一个节目。服装已经准备就绪，明天是大家排练的时间，加油哟！表演节目真惊喜啦！那选吧。这叫大家靠抢了吗？我随便拿，peace 一点。这是个啥？哎，假发可以。还有假发，给我看看。这不就是我的睡衣吗？咱就是说，这一套彩色的，其实它适合这个。其实这个彩色那我就穿这个了。其实这个彩色我很想穿，你穿看没？但是我不是穿得下。要不咱们今天试试？我也觉得。走。外面没有人吗？来，
走着，当当当当。怎么样？哇，好看哎！你们女生有多的东西吗？你们女生有多的东西吗？就他们也不发表任何的感叹，然后就是你们女生有多的东西。你指的是多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男生没衣服了。你不是刚穿那个这个吗？嗯，你要不就穿这个吧？穿不上，试一试。真的试了，我们连女生衣服都试了。这个是女孩的，就是跟那个是一套的，估计是。这怎么穿啊？这个衣服？它是一个连体的。这也太高了吧！就是它是这样子的。金源蛮主动的，和之前我们牡丹村的村民不一样。现在我穿这衬衫比较壮一点，穿了这个没有外搭呀。你单穿也好看啊，把那个裤腰别往上别一点。你有没有垮一点的西装裤？我觉得你们可以多穿一点花衬衫呀。这个是语言的擅长范围。为什么衣服这么难？就这样吧，明天再搭吧，随便搭吧。撤吧，好困。走吧，睡觉吧。哦，他在等毛毛约他。啊，没等到。怎么了？分一组吗？脱一组啊？我想想啊，菜菜去邀约罗志阳。我比较社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一组啊。明天再说吧。我们现在还在纠结怎么穿衣服。然后他约罗志阳，罗志阳算是拒绝啊，这算拒绝？这不算拒绝吧？他说明天再说，哦，也不算拒绝，也不算拒绝是吧？Hello，我正式的发出邀请。好呀，可以啊。我都想邀请你。因为我社恐，感觉和你就不会好一些，可以吗？带我。那就是拒绝。我订那个牛仔的，我跟那个。我等一下我去带他们。我想和那个琪琪一组，因为我觉得咱俩一组的话，绝对会非常安静，不奇怪，但我要上台，没问题。我就可以把一切都交给琪琪，我当个木偶。我也想跟琪琪一组。他叫我打滚，我就打滚。我也想跟琪琪一组。你知道新宝岛吗？新宝岛。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那里面也有这个。嗯。心疼菜菜。对，因为要上台，他觉得也对这个逻辑。他跟金宇恩在一块儿会两个人非常愉快嘛。对，就是男生还是关注在这事儿本身，我要把这个表演搞好。但是他不能。华晨。啊，打吧。咱俩一组吧。可以。你就跟 Jess 一样，把你自己当个木偶就行了，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分下组吧，有没有就是大家想分组的？我和琪琪老师一组。我和毛毛，好，你们俩一组，然后啊，我们团团，我来捋一捋，我来捋一捋。那我跟文婷。什么？
小伙子。咋这么快吗？就文婷会唱歌，她带我。好。啊！我不捋了，我这还捋啥呀？这捋。马尔龙，你在干什么？我明白了，他太有礼貌了，他真的不懂得拒绝，你知道吗？要我就直接打呗，其实这不行。但是那你说你是毛毛，当着大家的面你拒绝菜菜，毛毛不能拒绝，然后文婷也不能主动说，我就是这样的呀。我头疼。我觉得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做选择根本就不是心里想怎么样，不是心里的，不是按照心意选的。但是你说第一个主动的罗志阳也没选错呀。但是菜菜没有看出来毛毛喜欢文婷吗？在那一瞬间他慌了，就是这样子被拒绝，他就觉得说谁来帮我一下？他刚刚那个眼神是，我很怕被剩下。对，他是求助。进啥歌？初恋我也行。老师。但其实，老师。康康，你听过吗？咱定什么歌？不是数码宝贝的。康康。那首《巴拉弗莱》是数码宝贝的吗？是。哎，有一首歌叫《眉飞色舞》，好像。眉飞色舞。我们稍微美美一点好吗？我和徐静是陈志凡啊。哦，这个歌。不要这样，知道了，不友好。这歌也太快了，这个 DJ。文婷，你看文婷，你看文婷，完全笑不出来了，他直接。哦呦，对，眉飞色舞还行哎。对，我也觉得，然后可以找个地方。咱们去哪呢？可以去前台。那走呗。话说你能接受跳舞吗？我没跳过舞。但是我们可以就是那种跳一点简单的，绝对不能为难你。主要是我又没怎么上过舞台。哦，你是完全没有上过舞台吗？啊。没事，这个没关系，我那个 carry 你，好吧？没事，你带着我。啊，你查一下那个手扶拖拉机司机的那个有没有舞蹈？可以吧？这个可以跳，我觉得这完全可以跳。你要我零基础啊，我一下午能学会这个歌，你确定吗？再换一下，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会有编舞，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都不复舞了。80年代、90年代哪有手机？还有一首还有什么歌？什么？爱的初体验。爱的初体验，我感觉好难。没事，那你就直接说你想唱啥呗。我也不知道我想唱啥。我们就把集一起的来一遍。咚咚咚咚咚。啊，我懂。你来一次，1、2、3，走。咚，手得起来啊，是这样。咚咚咚咚，起来，对，反方向做一遍。5、6、7，走。你要在上面的一个wave。罗志祥可以啊，还是有一些功底的感觉。你得往上，很协调啊。你管这叫协调？然后你可以是噔噔噔噔，对，然后我就往这边嘛，然后我们俩就反了，1、2、3，走，噔噔噔噔噔，可以吗？可以啊。帮我们拍吧。帮帮他们。我们腰弯下来嘛，然后是，亲爱的，就是你哪只脚垫脚，那的另外一只手在前面。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这才叫不协调，看到了吧？啊，真太可爱了，他的动作。来，我看你跳一遍。5、6、7，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不是，你这个腿伸的时候，这个腿伸直。亲爱的小妹妹，我的天，我的天，别扭着胯，我的天。哎，你特别像，就你的四肢是刚刚长出来。我上舞蹈的时候，每天上课摔跤，你知道吗？我学那个。哎呀，你怎么精力这么旺盛啊？我都累到不行了。那还不是因为我爸妈从小就特别注重营养这一块，从小基础打得好。营养有什么讲究啊？
我一个亲戚最近要生小孩了，还在纠结选哪款奶粉更合适呢。那当然是选择我们的奥优能力多奶粉啦。专注氨基酸优化技术，营养全面，当然更适合选择宝宝健康成长，身体当然是棒棒的。行，立马给他安排上，必须的。这是谁的本子啊？乐乐的。可以。乐乐不知道去哪了，哇，天都黑了。一天了，没见到他们呢啊。他们俩肯定很认真的在排舞。可能就是会惊艳大家了。在意。终于见到你们啦！Hello。现在打算弹吉他吗？我不随便弹一丢丢，我不太好。这是哪来的吉他？小木屋啊。玉米来5个，他们写的是大玉米。对，大玉米。大玉米5个。您弹一首《遇见》。5个够吗？女神。歌。我就比较喜欢这首。毛毛的表情。10个。那个。我觉得下雨天还挺适合的。啊，下雨天。无意唱下雨天在窗前。为啥？停电了，哎，跳闸了吧？停电了。好想学吉他呀！来。毛毛去讲的学吉他了，这个闪现有点可以吧？这个闪现。这个还可以啊，还可以。几多少？多少？5、6、3、2、1、6、3、2、1、2、3。对，然后你只要按一个和弦就可以了。放一给我一下。手太湿了。谢谢。我在冬天再离开，我在不远的星光内，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风吹。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今日深中，哦，让我看看。哎，终于让我吃到一点点糖了。沈老师，这个停电神助攻，您怎么分析这个神助攻？对，我觉得其实当你勇气不足的时候，其实这种环境的变化其实是容易给你勇气的。所以其实那个停电真是停得恰到好处。本来他们挺远的，然后呢，他们就走近了。而且实际上你会发现，毛毛其实是意识到自己有问题的，在前面已经在后悔了，但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拉近这个距离。楚曦老师，你对于最后的这一趴停电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能看出来。每天停电吧，以后让他们。每天拉个闸，手动拉闸。别写留言了，就停电就行，每天一停，每天停。所以他们下一次究竟在彩排当中还会有哪些故事发生？我们下期再见，好不好？下期见喽，拜拜。哎，门口多了个行李。
发现放了玫瑰花，会不会是心有油？2点半茶楼见，我补妆去了。我来的时候怎么有这种待遇呢 ？Go go， 抛弃了我们。男生开始有焦虑了。哇，好帅哦！我觉得这个是个转折的时候。我的人文 CP， 我继续要站他们。难说。对。好像毕业舞会哦。好可爱。毛毛是不是有点明显啊？很明显了。对他就是要坐在他们旁边。每当 disco 音乐响起，假装我这真是罗志祥吧？菜菜加油呀！这首歌主要是想送给哇，勇敢。感谢独家冠名奥优能力多，感谢联合赞助 Kitty One 生气波波，感谢官方座驾上汽大众0度 L， 感谢官方能量观藏地秘饮品牌藏勇马能量植物饮品，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战略合作伙伴微信搜一搜，感谢深度合作平台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感谢深度互动合作伙伴自由幻想手游，感谢深度合作问卷调研平台问卷网，感谢中国体育行业合作伙伴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与乐动力 App。罗志祥更多的成长是他对于自我打开的一个成长。他原来会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社恐，我很难跟人家形成链接。结果他在一个集体生活里感受到了跟他人链接的这种愉快，以及发现自己原来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罗志祥的发展是从过去的社恐变成了村长啊，变成了我能跟更多人去形成链接。怎么是爱情？他其实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我觉得这是后面罗志祥他也会慢慢成长起来的部分。在我看来，杨烁成对自己的缺点的认知是很明确的，但是他对于到底怎么变得更好的方向，我觉得他还没有探索出来。我给烁成的建议是说，不要那么多都关注在自己身上，每次你去检讨自己，其实你的重点还是自己身上。杨烁成需要的是放掉一些自己，怎么更多的去关注他人，我能不能真的对这个人产生好奇心，我能不能跟异性的朋友怎么形成一个链接，那他的度在哪里？我觉得杨烁成可能在这一块还有蛮大的一个空间需要去成长起来的。你的热爱正在热